前面有一期节目聊到，标普给微策略公司给出了一个 B 减的信用评级，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有小伙伴在后台留言给我说，想进一步了解微策略公司融资的一些细节，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PPT， 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把它称为 Michael Saylor 的比特币炼金术，有5位融资和比特币飞轮这2个独特的概念在背后支撑着 Michael Saylor 的融资和投资的技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不管怎么去评价他，他之所以被尊为比特币教父，他的个性和思想毋庸置疑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所以在本期视频里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首先快速的来了解一下 Michael Saylor 本人以及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成长的经历。Michael Saylor 本人是一个高材生，他是 MIT 航天航空与历史学双专业毕业，所以他既有工程师的眼光，同时又具有历史性的前瞻眼光。用中国人喜欢的话术说，就是擅长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他能够有一些超出常人的思维，可能也跟他这种教育背景有关系。1989年 Michael Saylor 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创立了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业务主要是专注于企业数据的可视化，所以它是针对企业做一些软件方面的服务。我们知道9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一次疯狂的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任何一家公司只要跟互联网有关，市值都可以上天。所以在1998年MicroStrategy 趁着这股互联网泡沫的东风，成功实现了 IPO， 发行了股票。公司的市值快速突破50亿美元， Michael Saylor 本人的财富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但是那一轮互联网泡沫虽然疯狂，却并不持久。2000年最终人们发现互联网当时完全不成熟，就像是昙花一现的泡沫终于崩盘了。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大幅度的下跌，绝大多数公司都跌幅高达 90% 以上。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的市值也跌到谷底， Michael Saylor 本人的财富蒸发了 99%。 当然他作为企业家生存并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财富大幅缩水。所以这次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严重打击了公司和个人的财富，使得 Saylor 的理念也深受影响，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深刻的反思。这种经历使 Michael Saylor 认识到法币它有通胀的问题，有信用的问题，有急剧波动的问题，所以它如同癌症去侵蚀你的资产。但是当时并没有好的选项，如果你要逃离法币的话，你只能逃向黄金。可是黄金虽然很稳定，但是流动性有限，各种保管、流通、储存等等这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 Michael Saylor 在他的探索当中有反思，但是却并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2020年疫情开始了，疫情过程当中，美国白宫给老百姓发钱，美联储大规模实施量化宽松的政策，使得 Michael Saylor 在这个时候有深刻的反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国家都在给老百姓发钱，但是政府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所以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只能有2个来源，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印钞票。不管你采取哪一种方式，它都会侵蚀你的法币财富，最终都会侵蚀你的法币财富。所以这一轮疫情，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刺激了 Saylor， 而这个时候他盯上了比特币。他发现比特币就是他讲的所谓的完美货币，因为它高度稀缺又去中心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它。这一些理念完全符合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最终他在2020年拥抱了比特币，并将比特币定位为稀缺且安全的数字黄金。2020年8月 Michael Saylor 领导微策略公司首次动用 2.5 亿美元的闲置资金购入比特币，正式开启了数字资产转型。从此 MicroStrategy 就像穿了一双红舞鞋，它再也停不下来了。此后的若干年当中，不管市场是涨还是跌， Michael Saylor 都坚持在有流动性的情况下，用剩余的流动性去加持比特币，并且开始逐步发展出他的比特币投资理念，包括关于比特币的21条规则，其中一些重要的核心要点，例如比特币受益于商在混乱中会升值，永远不要出售你的比特币等等一些核心理念，在这过程当中发展起来。2025年
公司正式更名为策略，而不再叫微策略了。这也标志着公司完全脱离了原来专注于企业的微观数据服务的战略，正式转型为数字资产储备公司，特别是专注于比特币。这是整个 Michael Saylor 的思想进化史和微策略公司简要的一个发展路线。那么我们可以简要的复盘一下，从2020年的8月开始，一开始用闲置资金购买比特币，然后闲置资金用完了以后就开始发债，主要用的是可转债。2021年、22年、23年、24年这4年当中，持续的使用以可转债为主的融资工具去发行债务，增持比特币。下面这几个点代表融资额看上去比较小的，但是这数字大家可以看到，在2020年是融资了25亿，2025年是250亿，整个不断这个过程当中的融资，当然在24年以前采用的主要的融资工具都是可转债。为了避免杠杆太大，所以从2025年开始，公司的融资渠道转向二级市场股票增发和优先股的融资为主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20年开始呢，Strategy 通过债务、股权和优先股等多元融资，累计筹集250亿美元。所有的这些钱100%全部投向比特币的增持，不管价格怎么样，他都只买不卖。所以他画了一张表格，上面生成了一幅图，每一天他都做了标记，这一天要买比特币，他就画一个橙色的圆圈，叫做 Orange Day。债务融资呢达到82亿美元，股权融资100亿美元，优先股20亿美元。那目前的资产负债率大概是在10%到20%这个区间里面。整体上讲，负债还是比较节制的，因为这公司的特点是高波动，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传统评级机构对它的评级也不是很高，给它 B 减。因为大家都能看到，依赖单一比特币资产作为储备，它的公司一定是处于高波动状态。它是分阶段买币，初期是用闲置资金，然后用可转债加上 ATM 股票融资。所谓 ATM 就是 at the market offering， 就是在二级市场随行就市的融资，而不是像我们以前定向增发，用折扣价格卖给特定人。ATM 就是直接在二级市场融资，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所以 Michael Saylor 也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当二级市场有高的溢价的时候，他就采用 ATM 融资发行股票，稀释股权，这样的话就可以募集到更多的钱，从而增厚老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到了2025年，他又创新了融资渠道，主要增加了优先股的种类，而且优先股他把它设计为几种不同的类别，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看。这里有一些关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首次买入21454枚比特币，他一出手是大手笔，动用金额超过2亿美元，平均价格是 1.16 万，不断买，到2025年10月，也就到今天为止，累计持有64.808枚比特币，平均购买成本是 6.64 万美元，总成本是474亿，当前的市值是700多亿，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升值。另外 Michael Saylor 制定了严格的买币的纪律和融资节奏，支撑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和9倍的 BTC 持仓覆盖率，就是说它的持仓可以覆盖它的债务9倍，负债率大概是10%多一点，所以是这样一个规模。在它可控制的范围里面，它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它的风险主要来自 BTC 的价格波动。如果我们像 Michael Saylor 一样对比特币是极度乐观的，那你就会觉得这公司没啥风险。在 Michael Saylor 的眼里看来，比特币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30% 以上，他预测2025年的年底，比特币会登上15万美元，然后2030年它会超过100万美元，所以在他眼里，比特币是没有风险的。那么进入到今年以后，它主要增加了优先股的融资，而为了适应不同投资者的口味呢，将优先股设计为不同的结构。那么这样它就产生了5种主要的融资工具，一个呢是普通股，另外4类都是优先股。那么这4类优先股呢，包括叫 STRK、STRF、STRD、STRC， 那英文里面分别叫做 Strike、Strive、Stride 还有 Stretch，所以分别是4个概念。这4个概念每一种的特点，如果大家去看细节，可以去看它每一次发行的招募说明书。大概的主要的要点在这地方我们简单写一下，大家就理解它有什么区别。譬如说 Strike 8%的固定股息，兼具转换便利，也就是它是可转成普通股的，
所以它的股息就比较低一点，平衡收益和风险，杠杆比较高。这个杠杆在 Michael Saylor 这里又叫做扭矩，或者叫利弊，就是它能够撬动更多的比特币的资产。所以这个 strike 它是属于相对说来收益和风险比较平衡的，就是收益偏低，因为它整体优先股的股息都在8%到12%的区间里面 ，strike 的股息是8%，所以是比较低的。但是它又可以转换成普通股，这样呢就给了这个持有人一个向上的空间。Strike 它是10%的累积的优先股，而且是累积待罚的优先股，所以安全性很高，吸引了保守的投资者。什么意思？首先我承诺给你10%，那每个季度给你分红一次，如果这个季度拿不出钱，拖延了，累积到下一个季度，并且下一个季度会补偿你1个百分点的惩罚性的利息。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今年打个比方，今年10%，如果我今年付不出来，明年还有10%，我一共付给你20%，那我有4个季度没有付给你，4个季度每个季度罚1%，一共明年可以付给你24%。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就比较安全的，带有惩罚机制的，所以它有一个风险补偿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看这个 Stride 它是非累积高息优先股，具体来讲，这种是可以给到12个点，所以它的风险和收益都很大，而且它是不累积的。如果公司今年现金流不足，分不出来，那今年的股息就没有了，明年也不会给你补，所以它是适合猎手型的投资者，高风险的。但是我们说这些资产呢，它都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股息是固定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一个固定收益的资产，那么当市场的利率发生波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价格的大幅波动。所以这几类资产它都是价格会大幅波动的。你持有它，你可以拿来吃股息，可是它背后的本金，它的价值可能是80，明年可能涨到120，后年可能跌到90，所以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最后它又设计了一个 stretch， 就是比较有弹性的这个优先股，它叫浮动利率的优先股。怎么浮动呢？具体来讲，就是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百分点，而基准利率它是不停的在变的，而且付息的周期缩短了。因为我们知道付息周期越短，它的久期就越短，久期越短，它这个价格面值基本上就不波动。比如说100块钱的面值，基本上就在面值附近了。所以这个 stretch 的逻辑就是防止它本金波动，它就适合那些不喜欢本金波动的人，我就只吃它利息，而且利息是随行就市，每个月都给你付，像发工资一样。所以它是浮动利率优先股，具有抗通胀且稳定的现金流，是中低的风险水平。所以我们看这4种优先股的设计是各有特点的，4种优先股再加上 ATM 二级市场随行就市的普通股，一共就构成叫做5种风味或者叫5种口味的融资。所以这5味融资法叫做 financing of 5 flavors， 像吃冰淇淋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口味，那你都能在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从而间接持有了比特币。所以它是多种资本结构搭配，但同时它又能放大 BTC 的杠杆收益，实现安全永续融资。所以5种风味的融资就涵盖了普通股融资和4种优先股。这是2025年以来Saylor 主推的这5种融资工具，覆盖各种不同的风险和收益需求。各种融资方式基本上都具备的特点是低成本、长期无抵押的特点，通过多样化结构降低整体风险。而且所有的融资除了降低成本以外， Michael Saylor 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就是但凡使用抵押品有可能需要他提前兑付、提前清算抵押品的这种融资工具， Michael Saylor 全部都不用。万一比特币价格下跌了，我也可以避免比特币被清算掉。所以这样它通过资本的多层次组合，5味融资放大 BTC 的杠杆，从而实现无到期强的永续融资。像这个优先股和普通股，它都是永续的 perpetual， 没有到期期限的。以前发行的可转债是2028年以后到期，但是按照 Michael Saylor 的设想，风险也不大，因为比特币如果涨了的话，这些可转债到期的时候他们都不要偿还。为什么呢？因为股票如果涨了，他们都愿意转成股票，所以只要比特币上涨，可转债的持有人最终都不会要求你偿还，而是选择转换成股票。所以 Michael Saylor 对比特币的价格是乐观的，他从来不担心2028年以后还不上债。那么他如何通过这些融资最终实现 MicroStrategy 股东权益的大幅增值呢？按照 Michael Saylor 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说我这个比 ETF 要好，ETF 它是用不了杠杆的，
他也不能够用我这样的逻辑，叫做比特飞轮。所以 Michael Saylor 自己的说法叫 Bitcoin flywheel， 比特币飞轮。那他所谓的比特币飞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激活比特币稀缺性的复合增长引擎。我们看它怎么干的，简单说就是无畏融资，使用低成本去买币，买币了以后价格会上涨，然后就可以在更高的位置上再融资，从而形成几何级的正反馈，实现它价格的上涨。再看飞轮怎么启动的，又怎么控制风险。飞轮通过无畏融资注入低成本的资本，也就是我通过融资拿到钱，然后推动固定节奏买入 BTC， 我每个月都去买比特币。由于我买的量很大，再加上 Michael Saylor 这个人很有煽动力，所以他被称为比特币教父嘛。全世界各地到处飞去演讲，告诉别人比特币是个好东西，永远不要卖出你的比特币，甚至总结了比特币是完美货币等21条规则。所以这样他一买比特币，因为买的量很大，现在他持有的比特币的总量已经超过比特币发行总量的 3%。如果我们再考虑那些沉睡的账户啊，还中本聪这账户都不动的，还有些人丢失的钱包，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了，那实际上作为一个大玩家，他现在持有的比特币已经远远超过 3% 了。所以他如果在市场上再买比特币，就会怎么样？就很容易带动比特币价格上涨。带动比特币价格上涨以后，他融资是不是就更容易了？如果他做 ATM 股票发行，他就可以在更高的位置上发股票，而稀释更少的股权。那这样的话就形成所谓的正反馈，如同火箭一样持续加速提升动力。那我一买，价格涨了，我股权会涨得更快，因为基本上 MicroStrategy 自从转型为比特币储备公司以后，它的股票的溢价相对它的比特币的持仓，很多时候都在1倍到2倍这样的水平，就溢价1到2倍，所以它可以在很高的位置上去发股票。如果大家对比特币的价格维持着乐观性，使它的股票处于溢价状态的话，它可以始终在溢价的状态下去发股票。他发了股票以后再拿回来买更便宜的比特币，因为股票处于溢价状态，比特币相对说来就处于折价，他就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比特币。就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正反馈。怎么控制风险？所以它比特币飞轮里面他说是内设有安全阀，主要安全阀是防范杠杆带来的追加保证金风险。所以是我刚才讲的，凡是需要提前清算的追加保证金的这种债务通通都不用。另外严守 HODL 原则，确保资本安全和循环可持续，平衡高风险和收益。HODL 原则什么意思？就只买不卖，就是买入并持有，叫做长期持有的意思。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典故，这属于加密行业的一些黑话。什么叫 HODL？ 就是2013年的时候，比特币价格出现大幅崩盘的情况下，有一个比特币玩家叫做 Game Buki 这个人呢，他在比特币社区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不管比特币的价格怎么波动，我都愿意持有它。他其实原意是写I will hold it， 但是他 hold 拼错了，就拼成了 hodl。结果没想到这个帖子就火了，因为后来比特币涨起来以后，人们一看这个人很牛，他当时就说了要 hodl， 所以后来 hodl 就成为一个热词。再后来人们就把这个词解释为叫 hold on for dear life， 就是终身持有的意思。所以 hodl 现在就代表着只买不卖，就一直持有，相当于股票市场上的买入并长期持有的手法。而 Saylor 的理念是 Never sell your bitcoins， 永远不要卖你的比特币，所以他自然就是 hodl 主义者。他就是一方面不要清算，另外一方面我又不用卖，我一直在买，长期持有，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永续的享受这个收益，同时享受低成本的资金。只要比特币继续涨，我这个飞轮可以一直转。所以基于 BTC 的稀缺性，通过无畏融资可以引入低成本，然后固定节奏买币，由于占有日交易显著份额，就可以推动价格上涨。推动价格上涨以后，就可以带动公司的净值上升，然后股票的溢价也上升，从而降低再融资的门槛。再融资又可以帮助我买入更多的 BTC， 形成几何级的复合杠杆效应。这个称比特币是唯一人人可以赢的游戏。你不赢的唯一原因是你不参与或者是提早退出，只要你不退出，人人都能赢。这个是 Michael Saylor 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 Michael Saylor 的整个微策略的经营理念当中，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融资一个投资。融资他现在讲的叫无畏融资，投资就是采用比特币飞轮实现正反馈。在 Michael Saylor 的眼里，拥抱未来的方式就是持有比特币，实现可确定性，因为他有很多对未来的一些憧憬，所以他认为这个微策略的模式是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虽然标普给他评了 B 减，但是 Michael Saylor 很乐观，他说其实这是好事，虽然他给我的级别不高，但是这相当于是整个加密市场的储备公司第一次获得传统机构的评级，也就意味着加密资产从此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像房地产、股票这些东西一样，成为金融资产的抵押品。所以他认为这个评级标志着比特币从数字资本的时代正式进入到数字融资的时代，也就是加密资产现在可以用来融资了，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在他眼里。而五位融资产生了多元资本结构，避免了单一风险，同时它严格遵守 HODL 长期持有的纪律，使得公司呢能够长期增值，同时又没有清算的风险。此外 Saylor 还预测将来人工智能 AI 将与数字资产融合，推动企业更多的拥抱数字资产储备的浪潮，从而导致 MicroStrategy 的公司市值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AI 与数字资产融合现在已经是个趋势了。最近大家可能也看到新闻 X402 协议出来以后，人工智能体可以直接自己付钱了，这样的话人工智能就会与加密货币完美的结合，从而进一步提升 Web3 时代的可操作性和愿景。当然我们说持币的复合增长和坚定投资规则是 MicroStrategy 未来成功的关键，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它是有一些潜在风险的，这些风险包括熊市股价大跌的风险，比特币价格大跌的风险，公司流动性紧张，以及监管还有税务政策的松紧度、会计准则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可能都有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总体上讲，我们要理解微策略的投融资逻辑，核心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叫五位融资，一个叫比特飞轮。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叫五位融资调飞轮，数字帝国筑蓝图。这个就是 Michael Saylor 作为微策略的总设计师，他试图在做的事情。但是我本人对于微策略并不会像 MicroStrategy 这么乐观，因为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话，我经常讲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我认为对微策略有几个持续的关注点，是我们在考虑这家公司的可持续性的时候必须重点思考的。第一就是五位融资的可持续性。目前它所采用的这些融资工具在2028年到期以后，前提是如果比特币上涨，股价上涨，可转债都转成股票，公司其实并没有什么债务，它是很安全的、可持续的。但是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加密货币市场出现比较长期的熊市，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资产都不可能永远上涨，有涨必有跌，所以如果出现熊市的状况，那五位融资的可持续性是否就得画一个问号呢？按照目前 Michael Saylor 的计算，公司当前持有的比特币的市值可以覆盖优先股的股息达到100多年，即使比特币下跌 75%， 依然可以覆盖股息37年。所以他认为跌 75% 是不可能的，即使跌 75%， 我还可以覆盖37年，所以我一点都不着急。但是我们做投资的，所谓做风险管理，就是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嘛。所以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五位融资的可持续性。第二就是比特币飞轮的短期视角。Michael Saylor 很喜欢比特币飞轮这个概念，但是在我看来，比特币飞轮其实是一种很短期的视角，就是我融了资以后我去买，因为我是大买家，我一买价格就会涨，一涨了以后就会推动我的公司市值上升。其实这是很短期的视角，它并不构成一个长期战略。长期意义上，公司的股权市值核心就在于比特币的长期价值。当然我本人也是看好比特币的长期价值的，但是在你看好的同时，依然要做好风险管理，而更加不能用很短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第三，公司的战略在实证意义上还没有经受长期的市场波动的历练。我们看从2020年开始，这中间也经历过熊市，但是那个时候微策略持有的比特币少，今年它持有的比特币多，购买的比特币多，而且购买成本也贵，当初购买成本只有1万多块钱，现在平均成本已经6、7万了嘛，所以今天它的规模跟当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给定微策略今天在比特币市场上的规模，如果比特币出现大幅的价格波动，或者说比较大幅度的时间偏长的熊市，微策略是否依然稳健可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四，就是我讲的这些因素以后，显得微策略这家公司在逻辑上的可持续性尚显不足，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也不是唱衰这家公司，只是一种风险提示。如果我们要考虑这家公司是不是可以持续的
这种单一策略，我其实是很赞成标普给它评级的时候下的断语。这种单一的资产结构意味着公司蕴藏在股价背后的巨大风险。这就是我应一些小伙伴的要求，给微策略公司投融资策略进行了一个初步点评，希望能够解答你们心中的疑惑。实话说，我对微策略的研究可能也不够深入，所以有些问题讲的不一定对，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请你点赞、关注并转发给更多人。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